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0月17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中共中央紧急派出15个巡视组，所谓何事啊？那么先讲新闻啊，截止10月14号，19届中央第6轮巡视组第15个巡视组已经完成了对17个省市和新疆以及1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的进驻，就是说15个巡视组已经进驻了一个是17个省，第二个就是14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啊。那么也就是说第6轮巡视全面展开啊。那么距离上一次巡视反馈不到2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又派出了15个巡视组。一个巡视组通常会监督巡视2个省或者是2个单位啊。那么为什么这一次2个月不到又马上派出去啊？这就是目标很清楚，目标就是26号要召开的5中全会啊。10月26号5中全会要召开，然后呢，中央巡视组在14号完成了全部的派遣，就15个巡视组全部出去啊。那么这个巡视组是干什么的？巡视组就是干一件事情，就是找案子的，找线索的，有什么案子有什么线索有问题，就是巡视组去干这个的。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共的政治，简单粗暴，毫不掩饰啊！这就是前面你开着会，巡视组一般到地方要待2个月啊。就是说，比如说我去北京市啊，北京市巡视组进驻北京市，那么进驻北京市一待2个月。你比如说现在10月中，那么10月初进驻。那会待到什么时候？待到12月中啊，大概是这样啊。那么讲新闻继续讲完，巡视对象包括，我就把名字念一遍了啊。这个北京、天津、内蒙、吉林、上海、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广西、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兵团、新疆建设兵团。全国人大常委机关、全国政协机关、公安部、财政部、水利部、农业部、卫计委、审计署、国家医疗保障局、国家移民管理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国农业科学院、贸促会、残联32个啊，32个。那么第6轮的巡视还把长春、杭州、宁波、武汉、西安5个市就是副省级单位、党委、人大、政府、政协负责人一并巡视啊。巡视全部是针对人的，不是机构的，全是针对党委一把手的。那么在这17个省啊，有17个省，17个省当中，北京、天津、上海、浙江和新疆建设兵团是第一次接受巡视啊。那么另外13个省是第2次。那么也就是说，这一轮巡视完毕之后啊，全国31个省和新疆建设兵团已经全部覆盖啊，这是一个。那么第2轮巡视的有17个地方和单位啊，你想一下，要巡视第2次啊，包括什么呢？湖北、广西、安徽、江西、新疆、内蒙、吉林、云南、广西，这个甘肃、青海、水利部啊，这几个啊。那么我们讲讲这个巡视组，巡视组是过去10年来最重要的一个制度性的调整啊，中共的一个最重要的调整。巡视组它一般会在巡视单位待2个月到2个半月的左右的时间，
然后他会设专门的值班电话、专门的邮政信箱、专门的邮箱受理的来电、来信、来访就是信访就是这么来的反映他是接受来电、来信、来访，反映什么呢？反映被巡视单位的党组织领导班子和成员、下一级党组织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和重要岗位领导干部的问题那么巡视组这一轮第6轮巡视组信访时间截止到2020年12月15号，所以通常他们巡视的时间是2个月到2个半月的时间那么这次巡视组出现了一个特别的情况，出现了巡视指导监督组，就是巡视组本身上面又出来了一个指导监督组就是指导监督这个巡视组你想巡视组是指导监督这个地方的诸侯各个部门的这个主管他们是太上皇，太上皇上面又出了个新的太上皇。那么在这次巡视组的这个第6轮巡视组的工作动员会上这个巡视组的组长是谁呢？是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赵乐吉赵乐吉在会上讲了4点第一，巡视本质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政治监督这是第一个本质第二个，巡视组两个不能巡视组不能把巡视巡查变成一般性的业务检查工作监督，不能用巡视巡查代替职能部门的管理监督这个话正好是你可以反过来理解，就是说明什么呢？说明职能部门的管理监督无效才需要巡视巡查，对吗？这你把中共的这个话反过来讲就对了第三，要紧盯领导班子和关键少数，紧盯动摇党的执政基础、侵害群众利益的人和事，保持巡视权威性、威慑性、推动力这是第三。第四，要准确把握巡视省区市和中央单位的特点规律，精准有效展开监督，有什么问题就反映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推动解决什么问题。那么大概就是内容大概就这些中央巡视组这件事情其实在江时代就有，江时代的巡视组呢是干什么的？是纪委加上中组部联合在一起去检查什么呢？检查地方政府的，通常是检查地方政府的组织的组织人事工作的最早是江时代江时代到了这个胡时代呢，胡锦涛大家知道，胡锦涛执政期间他一直是生活在江泽民的阴影之下，江泽民的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所以他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指挥不动，因为很多江的人特别是地方政府有很多江的人地方的这个诸侯大员，那么江泽民已经安插好了，他也动不了他们，那怎么办呢？不听话，指挥不动，胡锦涛就想了一个辙，想了个什么辙呢？搞个巡视组，所以巡视组是什么呢？就是胡时代搞出来的东西。那胡时代搞出来的东西呢，它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府不听话地方政府尾大不掉。所以呢2009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巡视组并将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改名叫中央巡视组，原来叫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现在直接就叫中央巡视组。然后中央巡视组
变成什么呢？变成中共中央的派出巡视机构，就不是两个部门的了。原来是两个部门，中纪委是个部门，这个中组部也是个部门。原来是中组部他们联合去巡视，那么这个不是了，这个直接是中共中央派出的啊，那就是代表中共中央的了，不是代表中组部的了。那么那个时候，第一部长叫贺国强啊，贺国强。那么主要是对省委书记，主要是省长、省委书记进行这个所谓巡视，就是问情况。所谓问情况，就是我这里装个信箱，那你们有仇报仇，有冤报冤，赶紧来反映情况。所以这个巡视是一个很有中共特色的，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背靠背，就是信箱挂在外头，公布一个电子邮箱，你也可以打电话说我们领导昨天怎么对待我了，我发现有什么情况，你就报告呢，然后他把这个线索整理一下，找他来谈话。听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情况，就这种，这就是中共的一个非常有中共特色的这个，我们讲这是一个政治工具啊。那我们继续说啊，那么把巡视组的这个政治工具发扬光大的是谁？王岐山啊。王岐山是2013年接任巡视组的组长，就是中央巡视组的中央巡视组有个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的组长第一任是贺国强，然后2013年王岐山接任这个小组的组长。到了11月，18届三中全会，他提出一个改进中央和省市巡视制度。怎么改进法呢？原来不是主要是巡视，主要是针对省委书记跟省长吗？他这次呢就把这个巡视组发扬光大，全面的扩展，对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全面进行巡视，扩展到国务院、企事业单位全部覆盖，而且不仅仅是中央对地方政府有巡视，各个省对各个市也有巡视，就变成了2级巡视制度啊。然后呢，这个王岐山就发起了这个中央巡视组的问责风暴啊，再和什么呢？再和他的反腐风暴结合起来，抓人抓线索非常有效，非常有效率啊。那么到了2016年10月6中全会在通过了党内监督条例，就是要求党委在每一届任期内必须全覆盖。那为什么这一次说要全覆盖？全覆盖就是今年必须全覆盖了，因为马上换届了啊，换届了。那么从2017年到2012年到2017年，基本上是王岐山主政时代，中央巡视组开展了12轮巡视。你想一下啊，共巡视了277个党组织，对16个省市进行了回头看。回头看是个很厉害的一招啊。对4个中央单位进行了机动性巡视。什么叫机动？就突击检查啊。然后就是各个省区党委对省辖8362个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进行全覆盖，全部都全是覆盖。然后厅级干部立案查处厅级干部1326个县处级干部8957个然后就是巡视组发现的重大案件，比如是谁呢？孙政才大家知道，重庆市委书记。王明是证监会副主席王三运、黄兴国是天津市长就都是在巡视组发现的所以很厉害。中纪委立案调查的中管干部，什么叫中管干部？就是中共中央
管理的干部，叫中管干部啊。中管干部有超过60%的问题线索来自于巡视组。巡视组最厉害的一招叫回头看。什么叫回头看？巡视组在你待了2个月、2个半月，基本上这个单位啊，或者是这个省或者市省长或者书记，这2个半月生不如死，很痛苦，非常痛苦。虽然他之前已经做好了人事准备，但是你防不胜防。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谁去告状啊，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好，巡视组，工作结束了，巡视组跟你告别，拜拜，我们走了，这个我们回去，会写报告啊，写报告。这个省，比如说广东省有什么问题，1、2、3、4、5，毫不客气讲出来。报告出来以后，报告反馈到省里，省里啊整改，稀里哗啦搞3个月，搞完了再汇报整改情况。汇报完了以后，这个省长书记松了口气，终于过关了。他没想到这巡视组悄悄的又来了，悄悄的又来，就是等他把所有东西全部做完之后，他又杀个回马枪。回马枪之前做好部署的事情，但现在已经结束了，结束的该干嘛干嘛了，该翻脸了。这个时候巡视组再回去杀个回马枪，叫回头看。大部分的案件出事的案件都是在回头看。为什么？一松懈，然后原来盯紧的这些人，不能告状盯紧的这些人，现在一松懈就不盯紧了啊！不盯紧的结果就是出问题都是在回头看。所以这是一个巡视组是中共非常简单粗暴又有特色的一个管制手段啊。那么但是它首先是一个什么？它首先是一个政治工具啊，政治工具。那你想一下，巡视组五中全会要开了，巡视组跑到各地去，然后就前面开着会，后面再查你，你人又不在当地啊，这个很头痛，非常头痛，很痛苦。当然，你去之前你得安排好啊，全部都安排好，该控制的人得控制住，该打招呼该打招呼，该给好处就给好处啊，让他们把嘴都堵上，防止瞎说。基本上现在没有一个官员是没有问题的，一定都是有问题的，只不过问题大小的问题啊，还有一个就是查不查你的问题，就是其实巡视组最核心的任务是什么？最核心的任务并不是办案，巡视组的任务是抓线索，把线索全部捏到手里，把线索捏到手里之后，这个官员的把柄就在手里了。在谁的手里？当然在派巡视组的那人手里。那你要是不听话，那我就来查，一查不就查出来了。所以巡视组的主要的任务就是抓线索，抓线索就是政治工具，就是上级党委抓下级党委，上级党委的领导抓下级党委领导的一个政治工具。上级党委是谁？就总书记，总书记就是习近平。所以你看，一开五中全会，巡视组就出去了，这就是政治工具，这就是政治，就是中共的政治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还有一个派巡视组去办案，办到什么程度，这个拿线索拿到什么程度都是有讲究的啊，有讲究，那就要打好招呼啊。那么还有一个，派哪些去哪些省也是有讲究的。我们举这次，你想一下，派个巡视组去很痛苦，那有些地方就不去，有些地方就去，哪些地方去，哪些地方不去，这里面跟什么有关系？跟政治有关系，跟人事有关系。就是领导想折腾你的，那就去；不想折腾的就不去。不想折腾的是谁？自己人就别折腾了。你比如说像这次有几个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新疆兵团、
新疆民主团不用说，陈全国是习近平的铁杆啊。那么这是第一次，这几个省市全部都是第一次，都是第一次派，之前没派。为什么之前没派？之前你想一想，北京是谁？北京是蔡奇，蔡奇不用说了，习近平带到北京去的啊，原来带到浙江，后来带到北京去。天津是谁？天津是李鸿忠，李鸿忠是原来是湖北省委书记，在深圳当过是深圳市委书记。李鸿忠的特点是什么？跟得紧，叫跟得非常紧啊，而且他跟的不仅跟得紧，跟得很肉麻，就是怎么肉麻的话他都肯说出来。这是李鸿忠。上海、浙江，浙江这两个地方我们就不说了，上海跟浙江还有江苏这三个省，基本上是习近平苦心经营了多年的大本营，所以基本上你看这几个地方都是第一次去。这是什么？这是领导偏爱，这就是政治，这也是政治啊。然后呢，但是这次又去了，不是说领导罩得住吗？这次没罩住说明什么？说明领导有点问题，说明习有点问题，你说呢？这是第一个，就是中央巡视组，第一是政治工具啊，第二呢，这就是人治啊。你看西方国家是用制度来管理事情什么叫制度管理事情？美国三权分立，司法、这个行政、立法三权分立，再加上一个什么呢？再加上一个新闻媒体，确保没有一个部门能够自己一个人说了算。这样的话呢，进行制衡，首先制度上进行制衡。当他有制度制衡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出现大规模的腐败，因为你制度制衡。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媒体得天天挖空心思抓问题，所以他用制度来管理这些事情。那么你现在的问题是什么？你现在独裁，首先第一个，他独裁是什么意思？就是只有一个政党，其他没有，我只有一个政党。然后独裁的情况之下呢，党内有专制，党内专制什么意思？就是党的第一把手把所有的事情全管了，没有人制衡他。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在一个单位里面，一个领导，那这个领导是个混蛋，底下的人那生不如死，就是独裁，因为他就是一支笔，他这支笔啥都可以干。然后就是一个市一个省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一把手说了算，所有的事情谁都不能够支援。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出现的情况就很可怕，就是你会发现一个地方由于一个领导的问题，整个地方就出现大面积的我们叫施政崩塌出现施政崩塌的情况。巡视组除了我讲的第一个政治工具以外，第二个其实它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说，它是为了解决监督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独裁嘛，它根本没有监督体系。但你比如说江西省这个省委书记是个混蛋，那整个江西省以乌烟瘴气一塌糊涂因为都独裁嘛，因为专制本来就是中共独裁，然后党内专制，中共独裁加党内专制，就是最大的风险。当然它效率很高，一拍脑袋啥都决策了，但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它没有制衡，就是这个人是混蛋的话，整个的系统都会是一塌糊涂。那么由上而下都是一样，省到市到县到单位到部门都是这种情况。其实中共出现的这种情况其实核心的问题是它制度出了问题。它因为它的独裁，就是从政治制度
往下延伸到现在，延伸到下面，它整个系统就出了状况。中央巡视组从中央到省建立这个巡视制度，就是要解决它现在这个我们叫施政崩塌的这样的问题。但是能不能解决呢？你原来其实你的制度里面是有设计监督机制的，有监察委，有中纪委，都有的，全部都有的。其实中共的体制下，监督成本是非常高。我们不说刑事组，就是既定的，你想有纪委，就是党这边是有纪委的，纪委是一个很庞大的组织啊，非常庞大的组织。然后政府这边有监察部监察厅然后还有很多跟监察相关的组织，它本身制度设计里面就有一个监督体系的。但是实际上你看这个监督体系是没有效率的，没有效，完全没有效，因为你需要建巡视组，巡视组其实是反映了什么？反映了整个的监督体系的无效，就是崩溃，其实已经崩溃了。所以刚才这个叫什么？这个赵乐吉说，我们的巡视不能代替日常的这个监督职能部门的职能。其实这个话就是反过来的，就是日常的这个监督职能已经崩溃了，才会跑出一个巡视组来啊。那么这就是你可以看一下，由于原来的整个的监督体系全部崩溃，就跑出一个巡视组。巡视组呢，慢慢的你可以看巡视组的巡视频率越来越高，越来越高的意味着什么？它就会慢慢的，就像赵乐基说的，慢慢的它就会替代这个职能部门的职能，所以它就会变成巡视组的体制，就我们讲它的建制就会越来越庞大越来越制度化，而且越来越多的机构去服务它的行为。那么等于就是两套系统，一套系统是有效的，一套系统是无效的。但是这个有效的系统又会慢慢的无效，为什么？因为它其实跟原有的监督体系是一样的，因为它会慢慢的被这个独裁系统或者是专制系统，它慢慢的会被吸收进去。当它被吸收进去了以后，它跟现在的纪委是一样的，或者它跟现在的这个监察部是一样的效果，最终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政治独裁叫政治专制，一人独裁的后果就会跑出来巡视组巡视组最终会变成一个怎么说呢？你看的很有效，但是巡视组上面就会出现一个新的监督机构去监督巡视组，就像现在巡视组监督各个地方一样然后巡视组的督察组上面又会跑出一个新的机构来，这就是制度设计的完全的失败。好吧，我们今天因为是周末，我们就讲一个稍微的跟中共的整个的体系有关系的这样的议题那么给大家了解，我们最重要的是了解发现中共到底是怎样运作的这是我们的工作那么我这里特别讲一下，我今天看见有网友在评论我的工作有些人讲王老师开启明智那么有些网友反对说王老师不是开启明智那开启明智这件事情真的是抬举我了，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个搬运工搬运工。什么叫搬运工呢？我就是把我认为有重要性、有价值、对大家有帮助，能够让大家了解这个世界的信息找来，新闻找来，背景找来，我把它找来之后呈现给大家看，这就是我的工作，我就是个搬运工
这个搬运工呢，当然这个搬运工也要做得好一点，什么呢？我不能够把什么东西都找来，因为大家时间有限，所以我会精挑细选，选来之后呢，我还要组织一个大家容易理解明白的方式呈现给大家看，所以搬运工也有技术含量，仅此而已啊！我不敢把自己的工作放得太高的位置，但是我有自己的专业上的要求，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跟大家报告啊，就是2点。第一点，我只是个搬运工；第二点，我这个搬运工也有一些技术含量，希望大家呢能够体谅我、理解我，因为在这个搬运的过程当中有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取向，这受什么影响？受2件事情影响。第一，受我的能力的影响；第二，受我们现在能够接触的范围的影响啊，所以我们的工作不完美啊。OK，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好吗？那请大家尽量的简洁啊，就不要写，我看这里写很长很长，很长很长，我不能读，因为太长了啊。所以请大家尽量的简洁，把自己观点讲出来。如果是事实，尽量的把事实描绘清楚就好，好吗？好，明谢 USS Barry， 谢谢，请王老师喝咖啡。所谓的巡视组就是中国古代的钦差大臣，皇帝搞不清下面的情况，派人下去查吏治，可见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几千年来毫无进步，非常正确啊。清朝是明朝是有个巡按制度啊，巡按制度就是它其实是个监察部啊，监察部派官吏，它不是2个月啊，它一去就是1年时间啊，1年时间，它只能带2个小吏，带2个吏，一个官带2个吏去当地一住1年时间啊，那这是清朝的这个巡按制度。明朝的巡按制度，到了清朝这个制度呢，曾经跟随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到了中期就取消了啊，所以你可以看清朝到后期，吏治腐败的非常的严重啊，当然现在中共比清朝那个时候还要腐败，更严重啊，那因为它完全是没有底线。清朝还是有点底线的，因为什么？因为他是皇帝的天下，皇帝知道我要把天下传给下一个，是我们家的，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不会在吃饭的地方拉屎啊。他可以容忍他的某种程度的腐败，但是他不会把事情搞砸，所以清朝还是有底线的。到了中共就没底线了，因为我就最多干2届。这关我什么事？就是往死里整，然后最后就逃跑啊！这个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巡视组的思路肯定是来自于这个封建王朝的这种帝王术啊，一样的，没有区别。其实中共，我经常讲，中共呢，一半是封建王朝的帝王术。另外一半呢，就是中共的所谓的这个共产主义的幌子，中间是什么？中间就是现代科技。中共就整个的政权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这样的大杂烩啊。James Wang， 谢谢。温月江，谢谢啊。观点，感觉中共的巡视组和明朝的东厂、西厂有点像。就是来抓人的，说好的依法治国，还是封建王朝治国的逻辑。东厂西厂呢，就是一个执法机关啊，东厂西厂是个执法机关，巡视组不是执法机关，巡视组是党的机关，它跟执法机关不一样，执法机关是政府部门啊，是个政府系统、政府序列啊，东厂西厂。那么，巡视组是党的序列，党的序列呢，
当然，封建王朝没有党的系列，那么你可以看跟东厂相有点像啊，但是他不办案啊，巡视组不办案，巡视组只是拿线索，拿这个办案的线索，他回去以后，他的线索就交给中纪委，中纪委就派人去办案，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东厂西厂他不抓人，他基本上不抓人啊，中纪委会抓人啊，中纪委更像东厂西厂啊，你要说东厂西厂，锦衣卫更像中纪委更像东厂西厂啊。观点：在中国的电子监控这么发达的情况下，派遣巡视组是很荒谬的。监控和数据分析可以准确地分析每个人的行为轨迹，连关机断电的手机都可以监听。200斤还要用巡视组，原因是监控部门实际上也监控200斤，不敢让他们知道技术能力的存在。还有200斤知识结构太次，无法想象怎么利用技术监控封疆大吏。这些封疆大吏呢有问题呢，其实是知道的啊，他们的把柄也是捏在手里的做这些动作呢，一方面有表演性质啊，就是说表演给大家看啊，你看我们来干这事情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政治的动向啊，你比如说原来这几个省是不派的，为什么？老大罩着。老大眼色递一个眼色，这个中纪委的这些人就知道，哦，这个老大不想派这几个省去，那就不派了。那现在的情况是什么？现在老大有点罩不住了，罩不住什么意思呢？那这几个省还得去吧，那这几个省你不是说全覆盖吗？全覆盖，那你上海也得去吧，上海没去过，浙江也得去吧，北京也得去吧，北京也没去过。那这个话一提出来，有人一提出来，你比如说政局常委会，李克强上来就说，哎，那我们这个巡视组该派了吧？啊，要派，那派去哪些地方？哎，没派的地方是不是也得派一下了？这话一提，这底下中纪委的书记这个赵乐际一听就明白了，那这几个省还是要派。那看看老大意思，老大意思一看，这反驳不了啊，以前。这个定于尊的时候，那不用，有些是不能够一刀切嘛，这一话就顶回去了。现在这形势没那么定于尊，那就不说话，那赵乐际就安排北京、上海，不就浙江不就全派了吗？情况就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有什么呢？有很多政治在这里头，中国的政治，这叫什么？这叫腐败政治。这就是完全是腐败政治，或者叫宫廷政治啊。情况，地方应对巡视组的其中一招，好像是雇佣老百姓不停地打巡视组的举报电话，用大量鸡毛蒜皮的假举报来占巡视组的有限注意力，类似于这个网络的 DDoS 攻击行吗？这样，如果你这么干的话，死路一条，死得更快。说明什么？说明你有问题啊！不会的，这招不行，这招水平太次了啊！观点感觉巡视这种，一方面特别像封建社会钦差大臣，一方面特别像中共那种互相揭发内斗，就是互相揭发内斗。看起来这些当官的日子也不是特别好啊。不过我也不了解，王老师，我很好奇，为什么一样的大国，美国就成了联邦制，中国就是中央集权，这种组织形式按说成本非常高，但是中国为什么还一直走中央集权？中央集权这里面还是有历史的偶然性啊。就你说，如果是当年打仗，其实就是打了一仗，中共打赢了，国民党打败了。你中间分析这个历史的必然，我也不觉得，我真不觉得有历史的必然。就当年这个美国总统脑子进水，觉得国民党太腐败，我不能支持他，然后共产党这个派了一些人跑到延安去啊，毛泽东这帮人
跟他讲描绘那种这个共产主义的那种理想化的状态，讲我们这已经实现了。这些美国的这官员没见过这个场景，哇，这还得了？你看这些人，那觉得共产党好，这不能支持国民党。这个脑子进水的其实是美国，所以他就撤走他对国民党的支持，他撤走对国民党的支持，然后共产党那边苏联那1000辆火车的军火直接给中共，所以从东北一直打往关里打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东北接受了1000辆火车的军火，然后就共产党就战力无限，就然后不断的提供支援给中共，然后就四野厉害，四野有多厉害？四野厉害有2个原因，就是林彪的部队。第一个原因就是苏联给1000火车皮的军火，武器装备真好。还有什么？还有日本兵接收了一大堆的日本的这个军队，日本的军队帮助训练四野。实际上很多日本的这些基层的指挥员，四野的很多基层指挥员都是日本兵。那日本所以这个四野厉害能打仗的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班排，他的这种组织能力非常的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有日本兵，日本人帮助他重塑他的军队，所以国民党在东北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从东北打完之后，就后面就被一败涂地。所以这中间是什么？这中间是有它的偶然性的。你说当初美国人一看不行啊，我们还是得阻挡共产主义，不能让中国变成共产主义。如果美国人想明白这个道理，使劲的支持国民党，那这个仗就很难说了。那万一国民党打赢了呢？那就不是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吧？你说是不是？所以中国也不一定非得走中央集权啊。情况跟老师分享网友的笑话，有2个同事出去外地出差，晚餐后一个先回酒店，另外一个后来回酒店，记得住几楼，但忘了房号，也没带房卡，于是在走廊大喊：“我是中纪委，快开门！”于是同层很多人衣衫不整的开门逃跑，有人跳楼。这个人姓钟，叫中纪委中纪委这个名字很害人的啊。情况：我做建筑材料质量检测的朋友今天和我聊天，说他们最近接的上海项目很少有以前商品房开发商的项目了，更多的变成了政府投资的公租房。另外我家对面有一排原来法院产权房，现在也重新装成租赁住房。从这2点来看，上海目前在大力发展公租房。请问王老师，这对未来上海房价和租金结构带来结构性的影响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期节目讲深圳啊，讲真正整个的房地产战略的重新调整。重新调整什么概念呢？就是深圳要以新加坡为模式，深圳的房地产市场要采取新加坡的模式。新加坡的模式也就是说80%的居民住在公租房里，就是主屋啊，那么市场只占20%，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取向。所以呢，政府呢未来呢会大量的盖公租房，公营房屋会大量的盖，房地产的土地供应也大量的向这个公租房倾斜。这个房地产政策肯定在深圳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啊。那么上海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没有看到新闻。但是以你现在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估计可能上海也在走这条路。
所以我们之前讲这个很多的政策会在深圳先发生，然后在其他地方去发生，可能是这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房地产市场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话，它有可能走向两极，一极呢就是普通老百姓的房子很便宜，然后高档的住宅商品房会很贵，因为商品房数量还是很少。这是一个方向，一个可能性。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如果它大量的供应公租房屋，那房屋市场的供应会大量的增加，整体房价跌下来。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刚才说的，就像现在新加坡的房地产的房产并一点都不便宜，只有主屋就便宜，主屋就是公租房，其实公租房就是把公租房卖给就是政府开发的。有点像经济适用房啊，就是大量开发这种。那如果把房地产市场局限在一个小的部分的话，那它房价还会涨，因为它供应量少。但是公营房屋这一块就会很便宜啊，经济适用房什么就会很便宜，大概是两极分化。那也有一种可能性，就是随着房屋供应量的大量的增加，它这个公营房屋的数量已经超出了市场需求。那整个的房地产市场就下来，但我觉得第一种可能性会比较大一点啊。情况巡视组就专门去作秀，去收拾该收拾的人。当年巡视组在陕西西安丈八宾馆两个礼拜，外面的路上有上千辆车，都是各个地方派出去拦截的人员，至少有3道防线，先劝退。再由各个地方区县的相关负责人拦截，最后由政府统一雇佣黑社会直接打死。我当时就是单位值班人员之一，所有单位人员都要值班，中午单位送饭，巡视组也很清楚这个情况。老百姓还为巡视组感恩戴德，可怜可悲，可笑可叹。那你想一下，中共就是这叫什么？这个用一个非常准确的词叫政治黑暗。提问王老师，总有人说美国就是资本家的国家，总统选举就要有大财团的支持，总统上台后政策也是利好这些大财团的。美国民主是这样的吗？其他欧美国家呢，是不是本质都是剥削人民？网友答：你被洗脑太厉害了，只有中共说民主是被财团控制。实际上，美国利益集团多了去，包括教师工会、人权组织、退休这些组织，掌握了大批选票。你说财团怎么控制？而且说财团哪个财团能跟中共比啊？你这是的确是你这个洗脑洗得太厉害了。你还是要找一些常识来看一下啊，做一下功课，好不好？观点：邪党在抗战时半国军、半日军挑事端，在西藏半僧人、半藏人砍人放火，为镇压造借口。8964半学生、市民烧军车、砸公物、嫁祸学生，现在又编造谎言嫁祸香港孩子，为了镇压找借口。99年办法轮功自焚，挑动仇恨，几十年来煽动中国人仇恨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在中国造成了非正常死亡8000万左右。OK， 提问：非常喜欢王老师的节目。现在经济情况下行，未来就业环境可能会越来越差，博士也在扩招。对个人来说，应届医学硕士是应该趁机继续读博，还是找个差不多的工作？现在找工作很困难。如果是应届硕士的话，找工作仍然是很困难。为什么？因为现在医院都不景气。医院不景气的原因有2个。第一个原因是现在敢去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少。以前呢，没事就泡医院啊，很多就是人是泡医院的，所以医院很多人满为患。现在疫情，大家不敢去医院，不敢去医院呢，医院就没有收入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医保那边出状况，
医保那边一出状况呢，医院从医保那边拨过来的钱也不够，就是原来比如说他有1个亿，医保只会拨他3000万，那3000万够什么使？所以医院原来呢生意非常的好，所以他各个开支都非常的大，因为他把摊子铺出去了，因为生意好嘛。那现在生意一下子一落千丈，然后摊子又在那儿，结果怎么样？要么就裁员，要么减工资。现在先减工资，再裁员。现在医院的情况就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医学硕士你现在去找工作，很困难。能找得到工作，可能更多的就是卖药啊，卖药的工作可能更多一点。但是医改之后呢，卖药也不好卖了啊。那他现在的集体采购你都不用卖，直接就上面搞定。所以现在学医呢是有点困难，但是我觉得明年会比今年还要困难，后年比去年还要困难。所以呢，如果你毕业了，就尽快的去找工作吧，别读啥博士了。博士嘛，博士你的就业面会更窄，而且读博士不要钱，所以这个问题我是觉得尽量的去找工作吧，而且把你找工作的范围要扩大一点，不能仅仅是医院、医疗机构，可能还得想点别的领域啊，好吗？提问：22岁，身在体制内，家里有关系使我可以往上爬，需要入党，但是我知道共产党的问题，不想同流合污，我该怎么办？不想同流合污，如果这是你的理想的话，你就干点别的不好吗？就别到体制内了。如果你在体制内，你就使劲往上爬，你得把这事办好，至少你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体制内的官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进了体制内，你不想离开这个体制，那你在这个体制内尽量做高一点，然后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把这个事情向好的方向推进，总比一个混蛋爬的那个位置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没有太多的建议啊，没有太多的建议，好吗？提问：老家农村以前村组24家人，现在只剩下5、6个老年人了，很多地都荒了。虽然理论上可以搞大农场，但是因为不是平原，感觉又搞不起来。王老师认为将来的农村该怎么发展？这里面有几个比较严重的误区啊，就是说中共经常有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我们才能进行大生产。大生产就要有大面积的土地，我们才叫大生产，才能大生产。这是对大生产的一个望文生义的误解。大生产其实不是说我要找一块很大的平地进行大面积的耕种才叫大生产，不是的。大生产讲的是整个的产业循环，就是我们的产业循环必须是一个全社会性的产业循环。你进入这个全社会的产业循环，你的生产，你是1亩地也好，100亩地也好，10000亩地也好，都是大生产。你只是自己的小农经营，自产自销，你只能够在你县里头卖，你那就不叫大生产。你10000亩地，你一人在耕，都是不能叫大生产。所以呢，你必须进行社会化的生产运作。社会化的生产运作就是你要利用社会上的各种资源来帮助你进行生产，然后你呢又在这个整个社会运行的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你看美国的农民就是这样，它不一定很大的面积，它有很大面积的，它有很多的机械设备，然后它其实核心的问题并不是这个，核心的问题它整个的运作是全社会的、社会性的，而不是个体性的。所以这是一个方向啊，这是一个对农业的一个非常低级的错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管你是什么样的面积，多大的面积，其实核心的问题是什么？其实核心的问题就是你的
产权制度。如果你不解决产权制度的问题，中国农村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农民首先你把农民的土地剥夺掉，然后让他们去租用你的土地。其实现在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几亿农民讲是讲有地，其实地都是中共的。那么他其实是这个土地上的佃农，租借土地来耕种的佃农，他们不拥有土地，他们是全部都是不拥有土地的佃农。一群佃农，他能够怎么样把他的生产组织起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农村要解决农村的问题啊，三农问题啊，叫农村、农业、农民。这个三农问题核心问题是什么？土地。但是土地，中共就是要霸占你的土地，所以基本上中国的农业三农问题没有解决方案的原因就是土地问题。中共要占领你的土地，这个问题就无解啊，左拧右拧都拧不过来。中国的几大问题都解决不了，根子在哪里？根子都在中共。你比如说国企问题是解决不了的，所谓国企改革是改不了的，为什么？还是中共的问题。农村问题的解决不了，原因核心问题是什么？土地。中共要把土地捏在手里，他不肯放的话，土地问题不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解决不了。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样，根子都在中共啊。情况，近期青岛有爆出几个疫情案例，老婆最近去医院，说医院里看到有人说去过青岛，想做核酸检测，医生都说不用检查 ，CCP 就是这么控制疫情数量的。情况提问，最近微信上出现对独裁者的讽刺文章明显增多，没有封杀，同时保独裁的措施也频频发生，是不是有两股力量在抗衡？中共的两股力量，我觉得中共一直就有若干个力量在抗衡。中共内部只有一件事情是不会停的，就权力斗争。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无日无之。为什么？对于中共以及中共党人来说，权力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和唯一的价值。所以争夺权力对中共来说就是政权，对中共党内来说就是权力。争夺权力是他们永恒的主题，所以这个你都不用猜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共党内的权争很少会跑到媒体上面去看得到，但是呢，他只能通过一些媒体的这种曝光啊，这些反映出来。那很难通过像微信你这种方式，你这种方式不能够反映中共党内的权争啊。情况，今天5年级的小外甥放学回跟我说，德育老师说习主席是一张张选票选举出来的，这就是民主。小朋友已经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事情，但还是半信半疑来找我求证，这是学校里的洗脑任务啊。观点，大学时老师的孩子进了仕途，20年后一看就是个混蛋，进了体制内就像掉进了个染缸。借用张爱玲在《半生缘》里的一句话，好的舞女养不活一家人的啊。是的，体制就是说特别是政府啊党务啊，这些体制内想洁身自爱很难。你想一个染缸你跳进去，你身上会被不染到吗？很难，做不到，我觉得是做不到。情况，有个姑姑是东北的老石油工人，她一家2代都在国企上班，赚了一些钱，退休工资也很高。现在我堂姐在南方给她儿子买了房，他们一家觉得东北没希望，所以全家都搬到南方来了。这就是为什么东北搞不起来的原因啊。明线阿 k horo 亲，谢谢江，谢谢于滋滋，谢谢 Louis L， 谢谢王老师好，你是我在 YouTube 上面最喜欢的主持人，
新闻人、媒体人的专业态度让我钦佩欣赏。另外，学术领域也看到辛浩年老师的一些视频。作为墙内80后，真希望我身边多一些良师益友，多看看，多选择看看啊，还是要独立思考啊，独立思考。ABC123，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在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